選對工具，走對節奏，才是初創企業真正該做的事。在這個階段，給到的正是這樣一個現實、穩妥、能落地的選擇。嗨，大家好，我是獨立離岸顧問 Sean。這2年啊，只要你真正操作過美國公司開戶，就一定會有一個強烈的感受：難，真的是越來越難了。輕則被反覆要求補材料，重則直接被拒。窗口沒關，但門檻已經被悄悄抬高。問題就來了，公司剛成立，業務還沒跑起來，你連賬戶都沒有，怎麼跑流水？這就像是創業第一步還沒有邁出去，就被卡在門口，反覆安檢，時間、耐心、機會成本都這樣被消耗。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Relay 這類平台開始進入了越來越多創業者的視野。作為大家耳熟能詳的美國數字銀行 Mercury 的平替方案 ，Relay 同樣服務美國初創公司，但在開戶要求上、審核的邏輯上，對早期小規模企業明顯更友好。它也可能正好是那個能讓你先把業務跑起來的現實解決方案。接下來我們還是按照本頻道的一貫風格，從安全、功能和成本這麼3個關鍵維度來認真拆一拆，它到底值不值得我們擁有呢？話不多說 ，Let's get into it。1、安全性。關注我們頻道的老鐵們，很多可能也是第一次聽說 Relay 開戶的門檻是低了。那問題來了 ，Relay 到底是不是銀行？錢放進去安不安全？會不會哪天一覺醒來賬戶人間蒸發？這個擔心，說實話非常的正常。而且我反而覺得，只有真正做過生意、管過現金流的老板們，才會第一時間問這個問題。我們先把最核心的一點說清楚。Relay 本身不是一家持牌銀行，這一點它從來沒有藏着掖着，但這並不等於不安全。它的模式其實和 Mercury 非常接近。Relay 是金融科技平台，真正承載資金的是它背後的合作銀行 Thread Bank， 這是一家美國本土的 FDIC 成員銀行。也就是說，你存在 Relay 賬戶裡的錢，本質上是存在美國持牌銀行體系內的，而不是某個灰色的錢包裡。這一點非常的關鍵。我們再往下看存款安全 ，Relay 採用的是美國非常成熟的 FDIC 存款保險加存款掃盤機制。簡單翻譯成人話就是，你企業資金不會傻傻的全堆在一家銀行裡，而是通過 IntraFi 網絡被自動分散，存在多家受 FDIC 保護的銀行當中，每家都在$25萬保險的上限內。這樣一來，整個保險覆蓋額度最高可以做到$300萬。放在今天這個動不動就銀行出事上新聞的年代，這種結構本身就是給企業主兜底用的。所以啊，我把話放這兒 ，Relay 不是野路子，也不是臨時起意的創業產品，而是一個站在美國合規金融體系之內，專門為小企業和初創公司設計的工具。它解決的不是要不要合規，而是在合規的前提下，能不能讓你早點把生意跑起來？只要你是正常經營、正常使用，對絕大多數的創業者來說，這個安全級別已經完全夠用了。2、實用性。把安全這件事兒想明白以後，接下來大家最關心的，往往就變成了另一個現實問題：這玩意兒到底好不好用？能不能真的支撐一家美國初創公司從0跑到1呢？畢竟賬戶不是用來供着的，而是每天收錢、付錢、管理現金流的工具。我們先說說適用範圍，這一點對海外創業者尤其的重要。Relay 接受在美國合法注冊的公司開戶，包括常見的 LLC、C Corp、S Corp。不管你是在特拉華、懷俄明、德州還是其他州注冊，只要公司真實存在、有 EIN、有合理的業務背景，就在它的服務範圍內。創始人是否為美國身份，公司實際運營是否在美國本土，這些在 Relay 的邏輯裡並不是一票否決項。這也是它被很多人當作 Mercury 平替的根本原因之一。我們再來看看它的基礎功能，你可以把 Relay 理解成一套為小企業量身定制的企業現金流操作系統。最基本的收付款能力該有的都有 ，ACH 轉賬、支票收付，美國國內和國際電匯一個都不缺。Stripe、PayPal、Square 這些創業公司常用的收款平台也都可以直接對接，把錢順暢的打進賬戶裡，不用再繞一圈。真正讓 Relay 在初創階段特別好用的是它對亂賬期的理解。公司剛起步的時候，錢一定是亂的，廣告費一張卡，訂閱費一張卡，外包、工具、稅款全混在一起。Relay 允許你開設多檔
20個獨立的子賬戶，每個賬戶都有獨立的賬號，你完全可以用途分倉管理資金，再配合最多50張的實體卡或者虛擬的借記卡，給合夥人、給員工廣告投放各自一張卡，額度一設，誰也超不了。這種設計本質上就是幫創始人把財務紀律硬編碼到系統裡。更進一步 ，Relay 還把很多本來要靠會計軟件才能實現的事情前置到了銀行層面，自動分賬規則、賬單支付、發票開具、QuickBooks 和 Xero 對接，這些功能放在一起，最大的價值不是高級，而是讓一個還沒請專職財務的團隊也能夠把賬管清楚。對大公司來說，那更是加分選項；對初創公司來說，往往是救命稻草。所以總結一句話 ，Relay 的實用性並不體現在它有多花哨，而是它非常清楚初創企業最缺的是什麼，不是金融概念，而是一個馬上能用、用不出大錯，還能夠陪你一起長大的基礎設施。在公司剛起跑的階段，這種不拖後腿的工具，往往比一切噱頭都重要。3、經濟性。安全好用都說清楚了，那麼接下來這一步基本上就是所有創業者都會下意識往前探半個身子的問題。那到底要花多少錢？會不會用着用着隱形成本比業務成本還高？畢竟對初創公司來說，現金流就是命。銀行賬戶如果一開始就吃錢，那更是雪上加霜。我先把結論放在前面 ，Relay 在基礎階段對初創公司是非常友好的。它的入門賬本身就是零月費、零管理費，沒有最低存款要求，也不存在那種傳統銀行常見的賬戶管理費、不動戶罰金。你公司剛注冊好，賬戶開下來，哪怕前幾個月流水不大，放着慢慢跑業務，也不會被系統悄悄扣錢。這一點對剛起步的團隊是非常重要的。再看日常使用成本 ，ACH 轉賬在 Relay 體系裡邊是免費的，這意味着你不管是給合作方打款，還是從 Stripe、PayPal 把錢收回來，都不需要為轉賬動作本身額外付費，收款電匯同樣不收費。這對偶爾有美國本土或者海外客戶電匯進公司來說，體驗是相當的順滑的。至於對外電匯 ，Relay 也沒有玩天價路線，美國境內的電匯是個位數美元一筆。至於對外電匯 ，Relay 也沒玩天價路線，美國境內電匯個位數美元一筆。國際電匯根據路徑的不同，在可接受範圍內，和傳統銀行動輒20-30美元一筆相比，也是相當克制的定價。那什麼時候會開始花錢呢？通常是在公司跑起來之後 ，Relay 提高了更高階的訂閱賬戶，以月費的形式把一些進階的功能打包給你，比如更高的儲蓄利率、一定數量的免費快速 ACH、電匯減免，以及更完善的自動化審批功能。這裡我反而建議大家心態放平，不是一上來就選那個最貴的，而是用業務規模倒推賬戶等級，流水不大，團隊簡單，用免費的賬戶先把錢管清楚就夠了。等到每個月付款頻繁，人員變多，時間成本開始吃緊，再升級，反而是水到渠成。還有一個經常被忽略的小點，對跨境業務很友好。Relay 的借記卡在非美元消費時，不額外收取外幣轉換手續費，這點對於做海外廣告投放、SaaS 訂閱、國際差旅的公司來說，長期算下來也是實實在在的成本優化。所以從經濟性的角度 ，Relay 的邏輯其實很清晰，讓你在還沒賺多少錢的時候盡量別花錢。當你真正開始放量了，再用付費功能換效率。對初創企業來說，這種收費節奏本身就是一種理解和尊重。看到這裡，其實很多朋友心裡已經有答案了。Relay 到底是不是備胎賬戶？是不是退而求其次？我反而想把話說得更直白一點。在當下這個美國公司開戶的環境裡，能夠順利把賬戶開下來，把錢跑起來，本身就是競爭力。工具從來不是用來供奉的，而是用來解決階段性問題的。從底層邏輯來看 ，Relay 和 Mercury 站在的是同一條賽道上，都是金融科技平台，資金托管在美國持牌銀行體系裡，享受 FDIC 存款保險的保護，該有的風控、合規、數據安全一樣不少，區別更多體現在取向上。Mercury 更偏向於已經跑出一定規模，追求極致低轉賬成本和技術集成的創業公司，而 Relay 則更明顯理解初創階段的真實狀態，業務還在試，水位還不高，團隊還不完整，但現金流必須先跑起來。所以，如果你是那種資料齊全、背景清晰，一步就能夠把 Mercury 開下來的公司，那當然很好，直接用就是了。
但如果你卡在 Mercury 的门檻，或者不想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那 Relay 完全是一個不委屈、不將就，反而非常實用的替代方案。甚至在很多場景裡，同時開立 Mercury 和 Relay 反而是一種更加穩妥的做法。一個偏向主賬戶，一個偏操作賬戶或者備份賬戶，風險分散，效率更高。再往後看，當公司真正跑順了，有了穩定的收入，美國本土團隊甚至融資背景，再去對接像華美、花旗這樣的實體商業銀行，將是順理成章的下一步，而不是一開始就硬往上撞。賬戶體系本身就應該是分階段搭建的，而不是一步到位、一步走死的。所以，把今天視頻內容濃縮成一句話，就是選對工具、走對節奏，才是初創企業真正該做的事。在這個階段 ，Relay 給到的正是這樣一個現實、穩妥、能落地的選擇。如果你正好站在這個節點上，不妨把它認真的放進你的賬戶規劃裡，給自己的業務多留一條路。如果你現在正在糾結你的美國公司到底需要什麼銀行賬戶，歡迎直接私信我，或者在評論區留下你的情況。我們全球人顧問團隊會基於您的需求做一個量身定制，祝您企業家之路走得更穩。如果你覺得今天這期視頻分享夠乾貨，記得點讚、關注、轉發給正在糾結的朋友們。順永千陽在動盪時代為全球華人重建避險資產和身份結構。我是 Sean， 關注我，讓你全球都有人。